大家好，我是袁某人。瑞士轮最后的抽签已经结束了 ，CFO 打 Fly，T1 打 MQ， 而我们 LPL 呢，则是内战，逼逼叨叨的故事即将迎来大结局。BLG 打滔博，你们造吗？有一说一啊，这个签抽完我是人有点晕的，但这个签到底是好是坏呢？今天我抽签学家还真就得来和大伙儿细聊一下。好与坏呢，其实是一个基于立场的判断，比如我们站在 T1 的立场，毫无疑问好签嘛。MQ 虽然比 100T 强，但强度也有限，而 T1 现在算是一个比较虚弱的状态，打 100T 的 BO3，从结果上虽然是一个2-0的横扫，但大伙应该也感觉到嘛 ，T1 还是没有之前世界赛的那种利落，他们还没有摸到属于自己的胜利公式，所以就一定会有纰漏，就会有临场的失误。从这个角度看 ，T1 还需要时间，还需要充电。当然，你说 T1 他真的怕滔博或者BLG，肯定也不怕，都是2-2的病友嘛。但按现在的表现来说，如果 T1 打 LPL 的这两队晋级的可能性，那应该还是比打 MQ 要小。倒不是说什么玄学，主要是滔博和 BLG 都是很吃中路线群的队伍，而目前 Faker 在对线期的状态是比较一般的。整体下来 ，T1 只有姑妈 UC 是最稳定的，而 BLG 和滔博这种能打下路对线，同时都很依赖中路线权的队伍，起码能够打自己正常的战术展开。所以哪怕两个队伍现在都只有60分的水平，那么大概率打 T1 也能完整的发挥出这60分。加上打 T1 它是属于一个输了正常，赢了血赚的心态，那有爆种带走 T1 的机会啊。不过风险与收益并存嘛。T1 这个队伍，我一直觉得他们的蜕变是需要赢一场比较有分量的对手来确认他们理解的，而一旦确认，就彻底能进入到过去那种推土机模式了。去年 T1 也是给滔博剃完光头后，才给了粉丝他们能够赢下歼几的希望。说白了 ，MQ 作为充电宝的价值是不太够的，只能看8强的签。而如果是碰 KT、G2 这种再冲一波，那 T1 就真不好说了。其实我心中最理想的签，那是滔博打 MQ， 然后 CFO 打 Fly，BLG 打 T1。因为在竞技状态的角度，滔博目前还是有点晕，抽 T1 或者 CFO 这种运营能力比较扎实的队伍，我担心滔博会自己送爆掉。而打 MQ 就算是最有希望的一集了。而 BLG 打 T1 呢，虽然 BLG 走的概率也不小，毕竟 BLG 这段时间游戏的内容比较稀烂，但整体看起来左手的状态不错，兵的状态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打 T1，那绝对是有赢点的。而如果能够破除 T1 这个心魔，那么 BLG 后续触底反弹，状态回暖的概率很大。说白了，就是和 T1 进行一场豪赌嘛，谁赢谁蜕变。我一直和大伙说 BLG 这个队伍有点类似于杀人书，它需要叠层啊，叠满厉害，但死一次就崩了。而打完 VKS 虽然满头大汗，但起码也叠了几层书，就不管怎么样，只要没记，那就是真没记。不过随着希叶的这一手，那一切幻想都成泡影。我作为 LPL 观众的视角看现在这个签还是蛮难顶的，主要是啊，它很无趣，既没有什么滔博哥送3张票的乐子，也没有什么中韩大战的激烈。然后你真说啊，把 LPL 两队直接扼杀在16强也没戏了，那就很无聊嘛。只有 Fly 和 CFO 的门票战可能稍微有点意思，但当我站在整个 LPL 赛区的角度，其实啊，这还真不算一个差签啊，只能说是略微无聊。因为实话说，目前 LPL 展现出来的游戏内容，你真想堂堂正正3个队伍进8强，不是说不可能啊，但确实有难度，而且难度不小。只从瑞士人来说 ，LCK 就是更强更稳，所以比起8强3个 LPL， 其实8强只剩 AL 这个独苗的最差情况，可能概率还要更大一些。大伙别跟我说你们脑子里没想过这种可能，对吧？但今年毕竟是主场啊，我也想 LPL 3个队伍，甚至 IG 一起，对吧？大伙一手牵手一起进8强，商务这块拿捏的死死的呀。那赢的比赛，那视频肯定比输的好做10000倍，可确实做不到嘛。就像 BLG， 你上来输100T， 你说真的，你是赞助商，你慌不慌嘛？而 AL 如果真独苗，我不是不相信 AL 后续的表现，而是我觉得他们不该承受那么大的压力。我还是觉得 AL 比较适合那种别人都不太看好，他们要证明自己的那种黑马氛围。所以滔博和 BLG 上去一个，吸收大量舆论火力，其实对 LPL 整体来说是更好的。而且输的一方毕竟是内战嘛，舆论也不会太苛责，外战输赢那都属于是高风险高回报的。那现在 LPL 的整个成绩确实已经经不起豪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LPL 内战签其实并不差，甚至还能给活下来的那个队伍争取到宝贵的调整机会。何况内战你也怨不得别人啊，滔博打 KT 是最接近8强的一场了，自己没把握住，然后 BLG 就更不用说了，签运甚至比 T1 还好。甚至我们说远一点，站在整个 LPL 一盘棋的角度，8强对于 LPL 最好的签反而是内战半区，就是滔博和 BLG 的胜者和 AL 在一个半区，如果他们各自赢下8强战，然后再去内战，那我们就保一个决赛了。因为8强是3-0优先在3-2中抽2个嘛，然后3-0又会分别在2个不同的半区，所以运气最好的情况是 AL 抽 Fly 和 CFO 的胜者，而 BLG 与滔博的胜者再抽个 G2， 这样 LCK 4个队伍齐聚下半区，杀个昏天地暗，然后我们坐山观虎斗啊！可能大伙觉得这个签太愤怒了，但站在主场的角
角度，决赛如果又是2个韩国人，那真有点晕了。今时不如往日啊！前年第一次瑞士轮，我们 LPL 8强是全进，去年也是全进，那今年一个17强，还有一个马上16强。现在我说真的，4强4个 LCK， 大伙真觉得不可能吗？太有可能了。而我们需要时间去提升和集训，所以内战签其实还真算是好签，没人给 T1 充电，然后还保了2个8强名额，起码现在这个故事还能往下走啊，蠕动前进也是前进。当然这种角度就属于一盘棋思维嘛。LPL 啊，说是我们赛区，但每个队伍毕竟是独立的个体，站在我个人的角度，我还是挺难受的。我自己呢是一直不喜欢看世界赛内战嘛 ，S11、RNG 打 EDG， 包括这2年的微博打 BLG， 我也都没看直播，我觉得是真没意思。而今年这场内战又是在一个很尴尬的背景下打的，BLG 作为1号种子，发挥目前为止确实糟糕，而滔博更是外战经典，听见你说不断的再创新高，可以讲现在期待他们2个队能拿成绩的人，甚至都没有乐子人多了。2个落魄队相遇，谁赢感觉都不算赢，但输那就真的被钉在耻辱柱了。或许2队这些年下来确实没有什么真正的好成绩，但这2个 B 队这些年下来，他们的很多故事、很多经历，也确实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感动，当然也有很多的惊讶，但那些好的记忆是不会抹灭的。就 LPL 这些队，他们打得再烂，那我也是有感情投入的呀，毕竟一年到头都看比赛嘛。说个有点丢脸的，就是去年滔博被 T1 剃光头，我虽然很气愤的熬夜做了一期视频，但写文案的时候还是写着写着就有点掉眼泪了，就觉得不该是这样吧，不应该是这样的结果，哪怕输也希望是一个体面点的输嘛。这种收尾真的很让人难过。结果后面 BLG 又输了，又是经典通宵加抹眼泪，反正被飞大叔打哭已经成为每年必备了。但人生不就这样吗？很多故事真的不会有好的结局。竞技项目带给我的那一丝甜，可能背后有满满的苦，但就像郭浩说的，只能向前看啊。不管怎么样，希望赢的那个队能够背负起 LPL 的期望，后面打出无悔的比赛吧。也希望大伙呢能够对这些队伍嘴下留情一点吧，且看且珍惜。那我是袁某人，本期内容就先聊这么多，接下来的话应该会做一些瑞士轮第2轮的数据分析，看看能不能给大伙再整点游戏内容。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